这些年轻人毫不介意把死挂在嘴边，原来是死了，好像对死无所畏惧。我想知道大家都是如何看待死亡的。清明前夕，我们工作室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茶话会，不同地域的成员坐下来一起聊聊死亡。在此之前，大家打扮成了自己的重生身份。欢迎收看当下茶话会之清明特辑。我不知道大家在各自的家乡有没有对葬礼的一些特别的观察。阿贵来自上海，下辈子想当海浪，卷死所有人。在我家那边哭丧的时候，哭得越大声，证明你越爱这个人。白白来自大西北，下辈子想当个可爱鬼。哭的就像拉风箱耶，类似于这样子就很搞笑。QQ 来自广东，下辈子想当快乐的卡皮巴拉。就村子有人去世，他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的，所有人都听得到。Suki 来自广东，下辈子想当个时尚垃圾。我们是要披麻戴孝的守夜，要在你面前烧很多一些金银财宝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要烧一整晚，然后你的眼睛就会被那些烟一直熏。就以后大家能不能推行一些就是无烟化赛博葬礼？烧一个烟香的那个 PS 图层给你。熊猫烧香。兰兰来自广东，下辈子想被神选召。袁老师呢？圆圆来自河南，下辈子想当朴实无华的富二代。如果是至亲离世的话，过年贴春联是贴绿色的，反正正月里是不能到别人家去的。3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，每一年都有一个聚会，然后过了这3年之后，你们家的春联就可以从绿色的换成红色的。一见来自福建，下辈子想当一棵小草。就是在葬礼上的时候，首先一定要哭。很小的时候，外公去世了，还不知道死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所以我当时其实没有哭，我就被妈妈骂了。她说你为什么不哭？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就被她骂哭了。你们家乡会对死这件事情有什么禁忌吗？会用很多词来代称死，比如说，谁去卖咸鸭蛋了，谁拉柴了。拉柴系咩意思啊？就有点像说出远门出差了这种，就找不到的这种感觉，反正就要用各种词来代称。那么笑死我了，可能类似就他不让你说，笑口我了，笑晕了，笑口我了。我说呸，我大过年的不能说死。阿大老师呢？就是我参加我奶奶葬礼的时候，如果你来月经了，就没办法进那个灵堂。男的比方说有遗精啊之类的，就没关系。没有这回事。他们可能不觉得那个是污秽的。阿大来自安徽，下辈子想躺着当克洛格。因为我是回族人嘛，我记得我奶奶去世的时候，回到老家，家里的长辈就说，你们几个小辈儿就赶紧去附近的清真寺，就需要在那里就是洗个澡，应该是指那里的水是圣水吧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真的来月经了，我就不能进去洗澡，也就代表着我没有办法见到我奶奶最后一面，我都进不了那个灵堂。那如果你们就是可以策划自己的葬礼的话，会希望这个葬礼是什么样的呢？把我的骨灰做成一个戒指给朋友吧，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的朋友。能不能把我朋友烧了？都来陪我啊，别活了！就是因为我很爱热闹，就是万一我死了，他们还要继续聚会的话，请把我带上，就让我也能听到八卦。艺人最后的倔强。阿大呢？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，就一定要有一张彩色的一张，然后超美超好看那种。烧点 PS15，那时候应该出道了。还有一个 MacBook Pro。下面还要加班啊！易建老师有想过吗？有签那个死亡之后的那器官捐献的那个协议，就是如果你就是离世的话，你的器官还能用。对，可以免费得到墓地。然后我周围的邻居就是很高知。那你的邻居都是器官捐献的人？按理说是这样。伟大的人。是的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葬礼。到场的各位应该都是我的至亲好友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但更多的时候，
我只是默默接住大家的关心和帮助，但没有说出口。谢谢大家，表达感谢是我这一生一直需要去精进的一个课题。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你能回忆起我们过往经历中最美好的时刻，而且不要忘记它，把这一次葬礼当成一次相聚而不是告别。我去其他地方冒险了，我们下次见。我是想在我的墓碑上写下的墓志铭，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，叫《活生生的玫瑰万岁》。这个是我的墓志铭。如果我死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可能会在生前录一段老年脱口秀，在我的葬礼上以这个视频的形式放出来，让大家笑一笑。但是我死前可以为大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死亡就跟我们吃喝玩乐住行都是人生中必经历的一件事情，活在当下，说不定下一秒就了呢。我觉得在活着的时候还是很有必要要讨论死亡的，因为大家之所以对死亡那么忌讳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害怕死亡。我觉得那种每天会把想死挂在嘴边，但是真的有什么小毛病会第一时间跑到医院的人，就是想死，但是我非常怕死。我有一次跟这样的一位朋友聊，我说为什么我感觉你的生活很快乐很丰富，你好像非常喜欢你的生活，但你却为什么会经常表现出说我是可以随时死的。他说那可能就是因为每一天我都觉得活得尽兴了，那我即使死亡来临了我也不害怕。我觉得是需要提前考虑的一件事情。你在想到死亡的那一段时间里，你可能会更加认真的去活着。如果我们无法阻止死亡，不如更加勇敢地拥抱当下的生活。